针对性的暂缓偿还贷款措施是什么？如果不符合此措施，可以如何套现渡过难关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Haley，是一名理财规划师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，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同阶段所需要知道的理财知识。如果想知道更多的相关内容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击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了。最近都会听到很多人说没有钱，想要找办法以低利息借钱，而之前延缓贷款的优惠将在9月30日结束。大家是否做好准备要重新还贷款了呢？如果你们也一样面临这个问题，就要看看这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将会讲解面临资金短缺如何套现渡过难关，考虑个人贷款前要了解的事情。首先，假如你是符合针对性的暂缓偿还贷款措施的朋友，你就可能可以延长暂缓还贷期。而这针对性的暂缓偿还贷款是基于在2020年失业但仍未找到新工作的人将享受3个月的延长暂缓偿还期，以及对于仍在工作但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而影响而减薪的人，根据贷款的类型，每月分期付款的金额将根据减薪幅度而减少。此外，银行还承诺为所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个人借款人或中小企业，无论是商人、小贩还是自雇人士提供帮助。根据借款人的情况，提供的援助包括在指定期限内只需缴付利息，延长贷款的期限以减低每月定时还款的数额，提供其他类型的豁免，直至借贷者的财务状况稳定。符合资格的人士可以联系个别的银行提出申请。假如你们不符合以上的资格，或者以上的援助不足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，你们就应该继续看完这个视频。危机当前，许多人都会面临现金流紧张的问题，可能会考虑卖掉房产。可是这个时候卖掉房产也不一定有人要买，就算有人要买，可能价钱也不合理。所以想要缓解问题，除了脱售房产，也可以考虑房贷再融资 refinancing。要记住的是，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房贷再融资，如果没办法，才来考虑个人贷款。再融资就是向银行再借钱，用新的房贷还原有的房贷。这种做法只有在新的贷款比现有的贷款更实惠才有意义。例如融资更多的贷款，银行提供更低的利率，或更灵活性的贷款配套。什么情况可以选择再融资呢？假如你的房子增值了，通过再融资可以不用卖掉房子，也一样可以套现。比方说，一开始你以80万购买手上的产业，5年后产业市价已上升到100万，而贷款余额是60万。若以物质的市价100万，申请 90% 贷款，就会得到90万的贷款，扣除贷款余额60万，可以套现30万的现金。由于现在的利率一减再减，比起以前在高利率时借的贷款配套可能会比较高，所以可以选择在低利息时再融资以节省利息。有时把房贷转到另一家银行，可享有更优惠的利率配套。如果你的财务状况有所变化，改变了贷款偿还的能力，可以通过再融资来延长还款期，这样就不会因为没有如期偿还贷款而承担逾期偿还的费用，也防止信用状况恶化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再融资来缩短还款期限来节省利息。假如你还有其他个人贷款或信用卡欠债，也可以通过再融资来债务重组。如果你真的选择再融资，必须考虑以下3点。第一，你的贷款已经过了锁定期吗？在锁定期内，我们不可以还清贷款或再融资，不然会遭到罚款。一般上，银行贷款的锁定期是3到5年。如果选择在锁定期内再融资，就得算一下值不值得给这罚款。第二，再融资需要另外缴付贷款合约律师费、印花费、估价费以及其他费用。如果再融资是为了节省利息的话，就要确保这些费用都计算在内。第三，若选择了再融资，就代表贷款期会更长，要考虑延长了的贷款期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。原本30岁借了30年的贷款，60岁还清，
在40岁时选择了再融资的贷款期限也是30年的话，那么要还到70岁才会还清贷款。所以要考虑61岁到70岁是否有能力还贷款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再融资意味着背负更多的债务，因此不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选择。其实，再融资不只可以提供现金，也可以是财务规划的一部分。当许多人的现金流出问题时，或已经拖欠了几个月房贷后，才决定进行再融资，这会降低他们获得好配套的机会。申请房贷再融资，应该趁我们财务状况还算稳定的时候进行的。而之前这个视频有提到个人贷款的计算方法，房贷再融资的利率比个人贷款低，而且贷款人也被允许提前还清贷款。这也是为什么从视频一开始我都会推荐优先考虑再融资，再来考虑个人贷款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想为自己的财务状况做规划，看看再融资是否适合自己，或者看哪家银行的贷款配套适合自己，可以填写下面的表格让我知道，我会联系你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 like， 还有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理财内容，或者关于投资理财、理财规划的问题，也可以填写下面的表格让我知道。想要看到接下来的影片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